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，这酒也是我存了20年的佳酿。谭儿大婚那夜，你我才喝了个痛快，不想再见，竟已是这番光景。哎呀，你有何可叹的？啊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啊？明兄此言差矣，这结果非我所愿，而是苏家所求。这20几年，苏家偌大的家业，都在我一个人肩上担着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日薄西山，只能费尽心计为他解难，为他筹谋。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和苏家，这有何分别呀？啊？这么多年，即便你从未在朝堂上助过我，我始终待你如手足，真心将明檀视作女儿。若还有他选，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。你呀，你呀，那又如何？手足一女，哪儿抵得上你苏家的将来呀？抵不上。我明廷远立誓，信奉的不过本心2字。即便今日沦落至此，我依然坚信，黑即是黑，白即是白。你再怎么狡辩，那也只能是糊弄一时，颠倒不了一世。爷，大鱼咬钩了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有了它，这出好戏才能唱下去。都安排妥当了？都安排妥当了，只是……哎，对，等会儿就是从这个门进，会有人来接应我们，千万要记住啊！只有1盏茶的功夫。王爷，王爷，国公爷若真心为王妃，还请送王妃回府。殿下说过，会设法安排我与阿爷相见。我既来了，为何不能入内？阿谭，回府。即便是有罪，大宪律法也没有至亲不得相送的条例。我不过是想送阿爷最后一程，殿下何故这般不依不饶？王妃不得入内。今日我须得见到阿爷最后一面，殿下若执意阻拦，动手便是。阿谭，哎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若肯听我一句，放下那些执念，放下那些身外之物，说不定苏家会走得更长远一些。你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啊？我明廷远，戎马一生，保国护民。如今啊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一个人我放不下。谭儿
有定北王护着，定一世无忧。当初你择他为婿啊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是啊，有王爷在，他儿我有什么好放不下的？啊？我至死都放不下的，是为祸朝堂，使百姓如草芥的奸党鼠辈。我未了之愿，便是未能提早为大贤，为百姓惩奸除恶。快去禀报上头，死人了！是。爷，发生何事了？王妃，还是请回吧。约2刻钟前，苏相独自前来，说要为金安侯送行。小的检查过食盒，就放他进来了。方才听到呼声，小的们立马赶了过来，就瞧见金安侯倒伏在地，桌上还有未喝完的酒，想来应该是饮酒之际突然吐血身亡。嘴唇发紫，眼下有血点，是中毒之象。中毒？姐夫，阿坦，姐夫，姐夫，你先回去。阿坦，阿坦，姐夫。究竟发生何事？先前不还好好的吗？啊！阿坦，
属下为何这般狠绝？为何非要赶尽杀绝？阿德，张大人，靖安侯一遭谋害，需即刻验尸。长国公，送王妃回府。将禁止。桃儿，快！桃儿，走。抬去停尸间，即刻召仵作勘验。是。狱中唯有岳丈与相爷二人，相爷难逃干系。来人，将苏香拿下，严加看守。是。谁敢动本相？吾真凭实据，就押当朝宰相下狱，一个个是都活腻了。相爷息怒，王爷并未说您就是凶手，只是眼下案由尚未查明，相爷又牵涉其中，一律却不能擅离，需留下配合大理寺问询调查，还请相爷见谅。来人，在衙门腾出间干净的屋子，请相爷过去稍歇片刻。是。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禀王爷，张大人，经勘验，死者确系中毒而亡。尽快将勘验单补上，交由主簿归档。是。张大人，靖安侯虽为戴罪之身，可仍是本王岳丈，即便不能出殡厚葬，本王与王妃也应当尽孝，送他最后一程。王爷，靖安侯所犯重罪，王爷也知，一律休说下葬，就连尸首都是不许发还本家的。此事下官实在做不得主。本王知张大人秉公执法，也不愿为难大人，方才已派人前去禀明圣上。靖安侯与大显社稷有功，实不该落得如此下场，留在此冰冷之地。王爷仁孝，下官感怀。只是，本王会留在此地，直至声明传达。张大人还有何顾虑？既有王爷在此作保，下官自然也希望靖安侯能够早些入土为安。来人，将侯爷的尸身安放到外头的马车上，小心些，不得有所磕碰。是。岳丈虽为死囚，却也不能就此枉死狱中，还请大理寺彻查此案，还靖安侯最后一份公道。王爷放心，此案下官必会全力彻查。可若嫌犯坚称自己无罪，此案怕是线索有限，难以佐证，故审理此案不必操之过急。只要能得真相，本王不介意多等些时日。王爷放心，此案
下官必会反复推敲，慎之又慎。传陛下口谕，允明庭院尸首发还本家，着定北王带回安葬，另由大理寺彻查明庭院中毒一案，不枉不纵，严惩真凶。臣遵旨。表小姐，进屋歇会儿吧。不用了，阿谭还未醒，这几日他都会好好休息，再加上伤心过度，身子一下受不住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，别进去了。这是给表小姐的。您这几日为王妃奔波劳心，也没怎么好好歇息，奴婢让膳房炖了汤，表小姐喝一些吧。表小姐也别太伤心，王妃见您如此，会更加伤心的。阿谭盼了多久，才把姑父盼回来？可没想到父女刚团圆几日，竟又要面对生离死别。丧亲之痛，锥心泣血，他如何受得住啊？你方才还劝慰我来着，怎的这会儿自己倒哭上了？阿谭现下最需要的就是我们，我们必得振作起来，才能成为他的依靠。现在几时了？已近子时3刻了。我要去灵州了，明日就动身。那白小姐明日会来相送吗？云姨，云姨，表小姐，云姨晚上不睡屋顶。表小姐唤云姨所为何事？能否请云姑娘帮我个忙？虽是要查素家抽取赋税的细则，可你得汲取经验，不能像先前那些官员那般公然调查。对付素家，你得另辟蹊径。只有让他们认定你是见利忘义之辈，或可拉拢结党，待到他们蟹防松懈之时，才是你真正出手的时机。阿玉，阿玉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没有。哎，好了，知道了。你怎么比我还啰嗦呢？枉我有觉不眠，特来相送，你就这副态度。张世子，再不出发，今晚就赶不到驿站了。哎呀，赶紧回得走吧。走吧。见过张世子。敏敏小姐在王府陪着王妃脱不开身，特叫我前来为世子送行。她可有什么话对我说？张怀玉，你给我早些回来！你那破店烂账的，我可不想管太久。还有吗？还有一句，但敏敏小姐表情古怪，云姨实在是学不来。她说，凡事留个心眼，定要活着回来。多谢云姑娘。如此，本世子也有一段话，请云姑娘代为转达。敏敏，在上京好生等我回来，本世子一定平安归来。我还有很重要的一句话要告诉你。
待我归来之后，当面告诉他。还有吗？请他自己也多保重。你也多保重啊，云姑娘，云姑娘，云。张世子，可否启程？启程，即刻启程。本世子要速去速回。一大险之旅，阿耶是否不得设灵祭奠？岳丈戴罪之身，不得设灵堂牌位。为夫已命人去寒烟寺，为岳丈供奉长明灯，并请主持诵经超度。阿谭若想去寒烟寺祭拜，为夫可陪阿谭一同前去。不必了。风吹动发色呀，路笔重回岁月流光，眼底泪心底上。回头望，道路漫漫皆无常。阿耶也不在人世，上京再无静安侯府。多少次太平凉，承诺再多，偏偏是月也是无用。问世间有几多沧桑，你我皆寻真相，也曾遍地鳞伤。大婚后，我与殿下便须共守夫妻之名，故特此约法3章。鬓无霜，问初心在何方？同心同念同往。这契约与我已毫无意义。殿下也不必再因这契约披枷带锁，行不得已之事，剑无奈何之也。烛火摇曳的微光，多少次太冰凉，比白首之约阿谭，一枝叶在落地成霜。世界有几多沧桑，你我皆寻真相，也曾遍地鳞伤，只为寻个方向。岁月悠悠，画笔无双，问初心在何方？同心同愿。
相遇相知相守，只因舍弃遗忘。情缘花落掉何时光？问初心在何方？同心同念同往，口口同写。阿谭，原谅我，不能如实相告。阿谭可有回府？王妃不是在寒烟寺诵经祝祷吗？发生何事了？他说祈福2日，坚持不让我们跟着，说好今日去接他的。结果我们到了寒烟寺一问才知，他一早就离开了。那王妃能去哪儿啊？等等，那王妃会不会？不可能，王妃最明事理，也不是钻牛角尖的性子，不会的。都是我不好，明明知道阿谭一个人守不住，我这2日就不该走。如果我守着他，陪着他的话，他就不会不见的。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当务之急是寻到王妃，我们赶紧分头去寻，所有王妃可能去到的地方都得寻到。还有，去经济营通知王爷一声，我去联络金云卫，他们定能找到王妃。你放心，王妃身边有追风追雨跟着，若有事定会传讯告知。属下这就去联络。一有消息，即刻来报。是，下。让开！撤！撤！
阿谭，阿谭，你是何人？抱歉，阿谭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阿娘，阿爷今日回家，孩儿想早点回去见到阿爷。咱们能不能走快点呀？看一下伞吧。好。阿爷已不在人世，上京再无靖安侯府，承诺再多，也是无用。撤！阿姨，我一生的宿命，替你脉搏上音，张万里流转蜿蜒，替红妆的心，等我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人情似白鬓发，如你随行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，手放在你手上。命运终结成了伤疤，贴着我心远彼岸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。无言都记下每次月亮。谭儿啊，明家自有为父撑着，断不必以我宝贝女儿的终身去求全。你放心吧，定北王是个好人，所以你嫁入定北王府，为父放心。阿爷，今夜阿谭哪儿都不去，只等着您回家。阿爷若在，可否化风为信？如此，阿谭便能知您回来过。年华里我认下会发光的脸庞，手心里的盼望紧靠在你的手上。填满我来时的斑驳，用一生将爱临摹，穿过昼夜漫长，谁在我身旁？爱梦一刹那，还是你啊？听闻过世之人，若心有牵挂，事后第3日便会归家再看一眼。届时家人需在子时前点起火烛，为其指引归路。我怕阿耶归家之时，无灯指引，寻不到我，又不放心离去。那我陪阿谭一起等，
一起送姑父最后一程。若是姑父有灵，定能安心离去。明明，其实我一直想问阿爷，当初外任之时，为何只带了姨娘和明珠，独留我一人守着这侯府？这些年来，我悉心经营侯府，为侯府在上京博名添彩。说到底，不过是想得阿爷青眼，想与他多亲厚一些。整整5年，我日日盼着阿爷。可当我真见到阿爷之时，总心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该从何说起。我本以为日子还很长，我还有好多时光，当在阿爷膝下尽孝，与阿爷弥补这些年我们父女之间的生疏与遗憾。可我如何能想到，不过朝夕之间，我们便已天人永隔。王妃，云姨虽从未见过侯爷，但想来侯爷当年带着王妃的姐姐去外任，并非是出于偏爱。云姨，你怎会知晓这些？王爷与奴婢说过，侯爷在走之前与王爷见过一面。侯爷不愿见王妃，是因为他怕您相见之后会更伤心难过。侯爷说，父女生离，总好过死别。侯爷千叮万嘱王爷，定要护您周全，让您忘却伤痛，早日振作。阿爷还说什么了？侯爷还说，当年老夫远赴杨溪路，担心一走就是多年，柳氏母女会为难堂儿。且南京战事频发，民生艰难，他若是去了，也是跟着受苦。老夫思量再三，才决定带柳氏母女一同赴任。堂儿自幼丧母，老夫本就亏欠他良多，怎好再带他去边关受苦？可自那以后，我外出离家，堂儿再也不愿相送。可见他心里
定也失望过，埋怨过。王爷去歇着吧，王妃这边，奴婢守着便是。让膳房备着燕窝粥，还有王妃素日爱吃的点心，待王妃想吃时，好随时送过来。是。回头望，道路漫漫皆无常，与谁相？烛火摇曳的微光，多少次太平凉，低白首之月未忘叹，偏偏誓言散落手掌。问世间有几多沧桑，你我间旋转。我一生的宿命，替你脉搏上映，张万里流转蜿蜒，披红妆的心，等我下的安宁，数着年轮盘踞，等青丝白鬓发如以后每一日早膳，阿谭都会陪殿下一起吃。年华里不曾想，回头望红绳绑，家门里的重量，手放在你手上，冥冥中结成了伤疤，贴着我心愿彼岸，归途从此有了世事的眺望，无言都记下每次月亮。看你清澈眼影，我一生指引，谁接住了我们惊鸿一翕？爷，建安侯出事以后，定北王府外一直有海右门之人暗中窥伺，已这么些天了，可要出去？多少人手？2人。苏相生性多疑，盯梢之人，瞧得越真切，他才会坚信岳丈之死再无可疑。让追风追雨继续安护王妃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是。
王爷不忍王妃伤心，又只能隐忍暗道。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何不将真相如实相告？现下告知，或能解他一时苦头，可此计稍有不慎，便会万劫不复。难道只能让王妃一直对爷误会下去？素相之举，足可见他对此事疑心未消。我不能拿阿坦的安危作赌。烛火摇曳的微光，多少次太平凉。第百首之约未忘谈，偏偏誓言散落手掌。浑身间有几多沧桑，阿坦，真相终究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未能实现当初的允诺，护明家无虞，护你无忧。同心同念同往，刀口同写未忘。在大理寺这几日，相爷受累了，相爷放心。刑部尚书得知此事后，亲自查案。大理寺既以囚犯自相结案了事，便不会再生枝节。定北王设局请本相入瓮，岂会不留后手？这几日，定北王府可有异动？自那夜起，海鸥门的人便一直盯着定北王府，并未发现什么异常。但这也是下官不解之处。以定北王的手段，绝不会故弄玄虚。若以如此拙劣的手段，就想冤枉相爷，那岂不是拨草寻蛇，自讨没趣吗？你是想说，此一局，定北王并非想要作罪本相毒害之举，那他的目的究竟为何？卖馒头嘞，又香又甜的大馒头。姑娘，来2个，尝尝我家馒头，百年老字号，童叟无欺，用的呀可是上好的麦粉，2文钱一个。哎，姑娘别走啊！姑娘来碗面条，这面汤底醇厚，面条筋道，里头的鸡丝也是鲜嫩可口。为何跟着我？哦，是舒某唐突，冒犯了姑娘。不过是公子险些落水，我顺手相救，何来冒犯？姑娘说的是，舒某谢姑娘相救之情。那公子可否告知，为何从东市方街一路跟随至此？姑娘误会了，舒某方才偶遇姑娘，想着也算相熟，当招呼一声。但又未寻到合适的时机开口，这才一路跟随至此。公子怎的就与我相熟了？救济堂，姑娘分烧鸡给孩子们时，舒某恰巧也在，还与姑娘说过几句话。哦，那你招呼打完了，可以走了。啊？烤鸡。姑娘今日逛遍东西2市，是在找什么？找好吃的。姑娘想找什么好吃的？甜的、糯的、清淡的、重口的，舒某或可引荐一二。王妃不喜重口，偏好甜糯之物，
但他这几日胃口不佳，有些汤粥之食，应当更好。姑娘是想为王妃买吃的。王妃失了阿耶，伤心欲绝，已足有3日未进食。明家横遭此劫，着实让人心感寒凉。看看，侯爷为大显出生入死，最终却换得这般结局。哎呦，副官，肉包，来尝尝吧。公子可有法子帮明家？我还是找吃的吧。姑娘以美食治愈心情的法子，并非没有依据。这世间的一草一木、一食一味，皆为趣味。所谓万物可爱，万物有心。所谓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，说的便是这个道理。姑娘，为何看着我？公子说话一直这样文绉绉的。舒某的意思是，美食确能抚慰人心。那你说说看，抚慰人心的美食都有哪些？在那边有昌记烧饼，酥脆香甜，还有桥东边有一家饺子铺，也颇负盛名。其饺子皮儿薄馅儿多，汤汁浓郁，还有……哎，够了，劳请文绉绉公子引路。好，请。王妃，你好歹吃些。若再这般下去，粒米不进的，身子怎么受得住啊？是啊，这些啊，都是云乙特意给你排队买的。他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能买的都买了一遍。这几日让你们担心了，我没事，就是眼下没什么胃口。姑父若在天有灵，定也不愿见你如此。你若心里难受，就痛痛快快的哭一场，或者你想去哪儿，想见谁，做什么事，我们都陪着你。可你不能把所有委屈都往自己心里咽，长此以往，非得积压成疾啊！我都急死了。王妃，我还未跟您说过，云乙从小记事起就是个孤儿，我不知道父母是谁，也不知道家为何物，更不知道在何处才能安生。那些年，我一人四处流浪，四海为家。最记忆深刻的是，天凉的时候无人可依，饥饿的时候无餐食果腹。那时我真以为，这世间好像真就如此寒冷。可自入金云卫后，云已悟出了一个道理：这个世间一定会有温暖和光亮存在的。只要内心仍保有信念，艰难和痛苦终将会过去。我们明白，您现下心中的光亮被熄灭了，但我们都会一直陪着您，熬过这段时日，直到您内心的光亮再度燃起。云乙说的对，阿谭，糖的我没有，但我有很多很多温暖。阿谭，我这一辈子都会暖着你，护着你。韶华万千，凝成光点，交换依恋，岁岁年年，并肩心田，不是恋恋，爱在心底。谢谢你。韶华万千，你是光点，时过无言，几次流年，在长夜，如星点点，愿世事离合飞天，陪你去看故事泪血。
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这画册，当真是为我准备的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人管管你了。不对，这画册该不会是书相想要为你娶亲，特意给你准备的吧？蜀某志不在此，不过画册已备，就当物尽其用。你就悉心选一位自己中意的女子，代为前去相看便是。你堂堂陆殿帅，威武气概，定能博得女子的芳心。本王请你2人前来，是商议正事的。正事啊？你家王妃之事是正事，我陆廷娶亲就不是正事了。哦，我有主意了。追妻嘛，无非3个关键：一，为其洗手做羹汤；二，待其辛劳养幼子。说得好，出师了。不过阿旭厨艺一般，又没孩子，只能投其所好，锲而不舍了。如何投其所好呢？投其所好，就是王妃所有喜欢之事，你江启之都得跟着喜欢；王妃所有想做之事，你江启之都得陪着做。有道是舍命陪君子，你就破釜追爱妻嘛。简而言之，心甘情愿为王妃付出一切。对。王爷不像在打鼎，倒像是有断根。本王一贯是宁枉勿纵，怕是过于习惯了。王爷将刚抽的新芽也剪了去，颇有一些赶尽杀绝了。本王就不信这个邪。哎，王爷，要不还是奴婢来吧。这修花弄草的，怎么比上阵杀敌还难？不合宜之事，再勉强也是徒劳。什么投其所好，真是馊主意。这些都是给我的。本王知表姐今日约了王妃逛街，王妃想吃什么，想买什么，尽管带她去。眼下要只有表姐能博王妃一笑了，还得劳烦表姐多多费心。这还是我认识的江启之吗？就冲你这声表姐，今日我定设法让阿谭高兴。此事切莫让王妃知晓。走。放心吧，表妹夫。阿谭，今日你想吃什么买什么，全由我做东。才当了几日代掌柜，便如此财大气粗，
想来文涛阁的生意很是不错呀。王妃，我想去买只烧鸡，不过能否从宫中支账？我的月例银子都快花完了。平日里都是在府中用膳，也没见你有什么开销。银子花哪去了？买烧鸡吃了。我昨日还给王妃您买了桂花糖糕呢。桂花糖糕呢？吃完了。没有桂花糖糕，不给吃。今日我定给王妃您补上1包桂花糖糕。逗你玩的，你呀，从宫中支账便是。多谢王妃。哎呀，支什么账啊？今日明明姐请客，拿去花。多谢明明姐。那云雨先告退。哇，明明姐真大方。哎呀，余下的都给你花。今日休沐，你也无事，就随本王回京畿营一趟。有几份从北地来的军报，上升朝廷前，还需斟酌商议。哦，今日不成，今日舒某还另有他事，改日。不是，舒儿，舒儿，拿好啊，慢走您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您拿好。多谢。鸡腿姑娘。哎，给您。文周周公子。鸡腿姑娘终于记得在下了。今日卖完，想吃的明日再来啊。这就卖没了。文周周公子也爱吃烧鸡啊？慕名而来，只是不巧与这烧鸡有缘无分。这人好生奇怪，与一只烧鸡有何缘分？当真给我？这是看在上回你带我买好吃的份上，不能再多了，我也只有1只。多谢鸡腿姑娘。你快吃，这烧鸡就是要趁热吃才好吃的。好。鲜嫩多汁，油而不腻，确值得一尝。这家烧鸡确实不错，不过呢，跟我们王爷做的比起来，还差远了。王爷？阿旭为姑娘做过烧鸡？舒某还不知姑娘如何称呼。我叫云乙，是王府的姨娘。姨娘？我得去买桂花糖糕，先行一步。这烧鸡每日只卖50尺，你若想吃，得趁早来。阿旭，何时纳的姨娘？我前几日发现一商贩售卖的首饰尤为别致，你定然喜欢，就在那儿。看看花啊，姑娘，新到的。哟，2位姑娘，瞧瞧是否有中意的。这簪子的款式确实与众不同，想来要价不菲吧？哎呀，2位姑娘气质不凡，这眼光也独到啊！这簪子可是上等货。上头的珠宝成色极佳，若你们戴上，定如仙女下凡。这上头的图腾瞧着也别致，看上去不
不似是大显之物。敢问小哥，这首饰源自何处啊？哎呀，这如何能告知？若人人都知我这货品来源，我还如何盈利啊？哦。想来这些首饰都是海运而来的吧？我瞧这上头都有明显的咸丰腐蚀的痕迹，如此可卖不了高价的。实不相瞒，这些货呀，确实是从海上而来的，故而更为不凡。在大显呐，那是绝无仅有。您若是有看上眼的，我也不开高价，全当交个朋友。往后有好货呀，我先给二位留着。那这些我全都要了。什么？姑娘当真？日后若是有什么新款式，小哥定要先留给我。姑娘真是爽快人。敏敏老板，买。这些首饰带出去确实体面，只不过你这滩头未必日日在此。我日后该如何许你？我就住在临街的大通客栈，鄙人姓朱，这几日都会在此地设摊。阿谭的眼光就是好，方才你打探那商贩的住处，可是想与他长久合作。这等饰品啊，用不了多久，定会风靡上京，那错金阁的生意也将更上一层。若真如此，错金阁便要关张大吉了，王府亦会随之遭殃。啊？这是为何？这上头的图案，还有这样式，都绝非大显所有，我疑心乃走私而来。所以方才你是故意打探那人的住处，得知他居于客栈，并无常住的打算，应当就是想做完这批买卖便卷铺盖换地儿。那这些东西定然是见不得光的。阿耶一案，便是因为牵涉了走私之物，朝廷才定论阿耶通敌之罪。这些东西既已流入上京，说明绝非一时之举。我怀疑是有人从中牟利，反还诬陷阿耶走私贩私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能证明此事与姑父无关啊。这些东西皆为海运而来，而我大显唯有一条海贸之路——灵州。王爷，有2名杨希路流兵前来求见，自称是靖安侯旧部。带上来。带上来。卑职参见王爷。起身说话。谢王爷。王爷，我二人乃靖安侯昔日旧部，郭炳茂新官上任，假借练兵之名铲除异己。昔日不服他的，都已被活活打死。我二人趁隙逃离，实是迫不得已。我等前来求见王爷，是不愿见靖安侯枉死，更希望王爷彻查利州一案。你们二人也都参与了利州之行？啊，正是。我等追随侯爷已久，深知他的秉性。我等在利州征调百姓抗灾，皆是出于百姓自愿的。可事发之后，许多百姓说曾遭到杨希路将士的胁迫，我二人便暗中调查，结果发现那几名妄为的将士都得到了郭炳茂的重用，这其中定有隐情啊！只恨郭炳茂在杨希路只手遮天，我等实在无法，唯有前来投奔王爷您。你们二人暂且在营中住下，先行治伤。你们所说，本王自会查明。卑职深谢王爷，卑职告退。查清此二人来历，若他们所言属实，杨希路弃之，定被君可留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宫中传话，圣上急着。我等特地请陆殿帅前来，实是有事相求。有什么事，王妃尽管吩咐，不必如此见外。
我想请陆殿帅帮我演一场戏。哎呦，公子，瞧一瞧，有没有心仪的？这好啊，这上头的玛瑙成色极佳呢。大人，你们干什么？你可知道，售卖走私之物是何罪名？我不过是做点小本生意，什么走私，我毫不知情。东西缴了，一并带走。带走。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这。说吧，这些走私之物从何而来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这什么走私之物？这些都是小的花钱买的货呀！这货真价实，你可不能张口胡言呐！爷，您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若是求财，您把我放了，我这就给你取钱去。老子是求财，可不求你这点小财。把你上头供货之人说出来，我就可以放你走；否则，老子立马就剁了你。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把他手给我砍了，看他还能忍多久。这不行，不要啊！我说，是灵州城的一家首饰阁，叫福禄金楼，掌柜的姓陆，是他托人给我供的货。早说不就完了？带下去。阿玉失踪了。密报自灵州传回上京，少说也要半月。阿玉至少半月前便已失踪，如今生死不明。陛下要阿玉为朝廷分忧，臣妾不敢有怨言。可阿玉自小纨绔惯了，她哪里知道外头的凶险？眼下府里还不知此事，若是知道了，叫二老如何受得住？朕不是叮嘱过此事不可声张吗？陛下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奴才想瞒，那也瞒不住啊。皇后，莫要太心急，朕心与你同在。眼下消息不是只说下落不明吗？这没有消息，也算是好消息了吧？陛下，阿玉尚未成婚生子，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您让臣妾如何向父母交代？皇后娘娘，当初是臣力荐阿玉去的灵州，此事臣难辞其咎。臣决意亲赴灵州，无论生死，定将阿玉接回。你要去灵州？近几月，臣一直在追查利州之事，且怀疑阳西路有人生了二心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当初是谁举荐了郭秉茂前往利州，接手赈灾一事？眼下朝堂局势已然不利，灵州是唯一的突破口。况且，利州一案牵涉走私之物，灵州怕不是只有赋税一处问题这么简单。臣势在必行。王爷，这菜都快凉了，要不您先用吧，一会儿王妃回来了，我再让人送去。王爷，您可是因这赴灵州一事放心不下王妃呀？若本王提出
带王妃一同去灵州，权当是带她去外头散散心。你觉得她是否会答应？王爷不妨一问，兴许正合王妃心意呢。还是罢了，此去灵州凶险万分，还是别让她涉险为好。今日膳房做了王妃爱喝的白玉汤，王妃逛了一日，您也是饿了，不如本王陪王妃一道用些。不必了。阿玉在灵州出了事，本王需尽快前往。本王不在时，王妃需珍重自身，每日食甘寝安，切勿忧心操劳。若要外出，需多加小心。让云逸时刻陪在身边。张世子现下情形如何？情况不明，我已派暗卫先行探查，待军中事务安排妥当，便即可赶赴灵州。王妃今日能否当是为了本王践行，意气用事？灵州，我要一同前往。王妃，都收拾好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阿谭，你说张怀玉，他还活着吗？你家王爷向来与他交好，就没有点确切的消息？王爷此番去灵州，最要紧的就是查清此事。他已经派了暗卫先行前往，有消息会即刻告知。你别太担心。先前暗卫传回的消息是失踪，至少说明张世子并未落入奸人之手。不过敏敏，这是担心起张世子了。我只是好歹在一起做生意嘛。他是张世子，我总得关心一二。再说了，文涛阁这累死人不偿命的活，我可不想独揽。自是盼着他早些回来。我已命追影提前动身，去灵州与阿玉身边的暗卫取得联络。先前青云卫最后的传讯之处是在灵州的偏远之地，想来阿玉应已摆脱了苏家的追袭。也不知阿玉是否脱险。苏家在灵州真是一手遮天，竟罔顾天威，对阿玉赶尽杀绝。此一趟，苏家必定虎视眈眈。入灵州之前，我等人马必须低调行事，尽量潜藏行迹。阿谭，你真要同你家王爷去灵州？从小到大，除了寒烟寺，你连京城地界都未出过。灵州此行，路途遥遥，舟车劳顿，你身子能受得住吗？我既已想好，就不怕这些。这一去少说得数月，留我一个人孤零零在上京，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很快就回来的。不过都过这么久了，你还不愿与你家王爷冰释前嫌？此去你就当游玩散心，反正总比待在府里强。我听闻灵州有180馆，依水而建，往来还有小舟通行，其中女子窈窕多姿，环肥叶瘦，应有尽有。你跟着去也好，免得王爷突然带回个姑娘，届时真给府里添个姨娘。若他真入了温柔乡，我也自会寻自己的一方天地。届时恢复独身，也全当是种解脱。不过和离不行，须得是我给他一封休书，才算全了我的颜面。你给你家王爷写休书，真是旷古未闻。若真到了那一步，我也早有准备。哎呀，就说笑而已，还真想上了。要是真到了那步，还用准备什么呀？
自然是准备叫人去寒烟寺拆了那不守承诺的。不可！王爷，行装可收拾好了，是否一并装上马车？王爷，您出门向来可都是轻装简行啊，怎的这回要如此安排？老奴在王府也伺候了大半辈子，先前老王妃出行的场面，那也是见了不少。可这等阵仗，实在是闻所未闻呐。王爷，行装都清点的差不多了。启之，这些马车里头装的都是要带的行李。王妃去趟寒烟寺，都要备5辆马车。此去灵州路途遥遥，本王自是要替王妃未雨绸缪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。哦呦，足足10辆马车，表妹夫此事办得不赖，确实是阿谭出门该有的排场。这是王爷亲自为王妃整理的行李簿册，路上需拿什么，只需按马车标记的数字一核对，就能方便取物。王妃点点，看还落了什么，奴婢再去取。以前没发现，启之还真是持家有方啊。也不知这些行李是如何分类的。这第1辆车自然是要乘的，灵州路远又至酷暑，途中定要用兵，所以里头备了冰箭，门窗处的帘幔都加了冰丝，外面还贴了竹帘，这样坐在车内，既晒不到日头，又觉透气舒爽。桌上有多宝阁，可放置随手要用之物，榻上铺了软垫，最上一层用的还是冰丝面料。坐在上头也不至于闷热。除最后1辆空车外，其余马车装的都是衣物、器皿及干粮。王妃的衣裳行头奢华贵重，需好生存放，避免起皱受潮。故王爷特意叮嘱，凡装衣物的马车出行时都需封上牛皮纸。另外，还要给装器皿的马车添上蓄电等物防震。一会儿将点好的42香笼都装上，不得有疏漏。是。还有，王妃的软玉枕也一并带上。是。哎呀，阿谭能嫁得如此贴心的夫君，可真是省了不少心。得知王妃要同去灵州，王爷亲自挑选车队不说，还特意清点行装，只为能让王妃在漫漫旅途中也能惬意舒心呐。瞧瞧这阵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王爷是要去接管灵州不回来了呢。哎，这装行李也就罢了，还带辆空车，做什么？灵州商贸繁盛，汇聚了大钱，各路奇珍，带上空车，王妃便可尽情采买，或自用，或做手信，不必担心如何运回。启之思虑周详，舒某佩服至极。难怪你是我们几人之中成婚最早的，先前倒是我等班门弄斧，这往后什么夫妻之道啊，爱妻之责啊，舒某还得向启之多多请教才是。以往出行皆为进城，阵仗如何无关紧要，可此番远赴灵州，如此多有不便，还请殿下将马车精简至2辆，1辆阿谭用，1辆殿下用。